医生说了，你暂时只能吃流食。你不要瞪着眼睛看着我好不好？好像把你家宠物吃了一样。反正在医院里，什么好吃的也吃不出味儿来。你这么理解就很正确。但是，在灌体式吃涮羊肉，味道好的呀。算你有良心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自己不去现场跟那些记者介绍介绍？我跟你说，你呀要学会经营自己，也叫宣传自己。经营。我们干科研这一行的，就是要把数据弄精准。我真想不出来，你们家总牧师当着记者的面口若悬河，能经营出什么来？再说我们家孟石，我也不想提他。说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说你吃了火腿肠，其实你吃的是苔藓。那东西给你吃，你能吃吗？就算你会吃，就你那小细崽儿，你咽得下去吗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就是我的胃比你好，比你抗造。再说那种极端环境，我们俩谁挂了，另外一个都活不下去。哎呦，饿呀！相克相生。爸，孟石身体还没康复，你多照顾他一点啊。他现在正在照顾他女朋友，你就少操这份心，啊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跑到这儿来了？睡不着啊。是不是也买了陆川的股票了？没有。但我的命运跟明天的股票联系得很紧密。你是怕再这么跌下去，我滚蛋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吗？是。你倒是不遮掩。滚不滚蛋的，我说了不算。明天股票涨不涨，我也说了不算。我只能是尽人事安天命了。人事，人要没了，哪还有什么事啊？无论是明总还是什么外来的和尚，陆川这辆车都不好开。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了。可我不想永远待在月亮背面。那里找不到阳光。睡觉的，睡觉能解决一切问题。
那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？呼叫铃了啊！哎，行，我把这灯关了还不行吗？你还干嘛呢？我刷刷手机，换换脑子。你说我是不是还挺重要的？董事长专门过来给我送了鲜花，还有红包。不是你重要，是股票重要。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董梦石也会这么说的，实话而已。对了，他怎么没来陪床啊？是我在这儿，他不好意思啊？是我没让他来，人家腰伤了。再说，他还有正事要干。他能有什么正事儿？他来这儿不就是来负责陪你的吗？你这人真是，我跟你说你，情商堪忧。我把那帘子给我拉上。你要喝水吗？不喝，我把帘儿拉上。拜拜。那叫晚安。回到了丽莎，回到了布达拉。你从美国回来这么久，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心。那是，一会儿要给你换单间，你说我能不开心？单间啊？我什么级别住单间谁报销啊？公司啊，董事长特批的。我真的这么重要？那当然，要不董事长能专门为你飞一趟。可是魏成说他是因为股票来的，他说你也会这么认为。打住啊！哎，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能不能不提他？我没那么大度。给我的。谢谢。你能帮我把数据导过来吗？那个，我问了修手机的师傅，他们说损坏的有点严重，恢复不了了。哎呀，你就用这个新的吧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走，带你看看你的新单间病房去。董梦石，你凭什么发布实验数据？那些数据我还在整理当中，你随随便便弄了一些数据欺骗大家，难道你的博士论文也是抄袭来的吗？你要不是坐在轮椅上，我早就揍你。我要不是坐在轮椅，松开我，你就挨揍。别吵，怎么了？自己看。这是你写的吗？魏成啊，你怎么不看看今天麓山重工的股票行情呢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在跟你谈科学的真实性。我跟你说的是生活的真实性。哥，是涨了。走开！是，你的数据小数点后多一位少一位，关乎你的名誉，但我的数据关乎的是公司的未来。虽然跟你的有点差异，但今天公司股票涨了，这对于戴着 ST 帽子的陆山，对于董事长意味着什么？你不懂，因为你从来就衣食无忧。这是两回事。这是一回事。好，那我马上公布真实数据，澄清真相。你去，你赶紧去！魏成让麓山重工的股票从涨停到跌停，你真伟大，真无私。我告诉你，大家愿意看到的真相才是真相，涨停就是真相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真相就是假象，跌停。董梦石，你杜撰数据总是不对吧？我没杜撰。那你数据怎么来的？
你们每一次试验，燕子都拍照发给我。别忘了，我是工程机械博士，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，并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还是会的。 张斌，把我们的数据给他们。凭什么？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自己干出来的，凭什么给他们呀？我们被出卖了，难道还要求卖个好价钱吗？ 推我一把！走！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这怎么能叫利用呢？我们这是联手。联手干什么？踩着别人向上爬吗？你是这么看我的？你的腰伤我已经问过师傅了，明明就是马岩的责任事故。 你为了董事长愣说成设备事故，愣是。我不需要住什么单间，我只记得当年董学霸跟我说过，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改变命运。当初，咱们俩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份崇拜而起。 可现如今，这份崇拜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魏征身上了？否则，你的新手机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这不是我手机，刷你的脸能解锁？你变了，老师。我是变了。 不公平，逼着我去变，逼着我去适者生存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，妈？我和你爸辛辛苦苦27年把你养大，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做卫生，给人家当保姆的。芳菲呀，找男朋友就像第2次投胎，绝对不能出错的。爸妈不能跟你一辈子。董牧石是好，可是他心气太高了。 他不会因为金钱和地位心甘情愿的爱你一辈子的，你懂吗？那应该是什么？跟我走。
把结束变成了继续。邱省长，对于省委省政府停止重工换金融的决定，我接受。哎，同一地点，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，你为什么会态度截然不同啊？您看了今天陆山的股票了吗2年多来第一次涨停。对，止跌我想到了，但是反弹没有想到，涨停就更没有想到。看来股民的目光比我方瑞洲看的要远呢，他们看到了核心技术的真正价值。让你服软认输可不容易啊！我请求您，暂时先不要免我的职，因为现在陆山有很多的危机并没有化解。今年年底之前，如果没有脱帽摘星，死相会更难看。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把卡陆山脖子的核心技术做到自主可控。我没有想到你的科研态度竟然如此的不堪，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这样发出去了。你炒股票了没有？说话！对不起。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要跟你这4年说对不起，跟你父亲说对不起。魏成，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，他们喜欢天天打鸣的攻击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做4年不飞、一飞冲天的雄鹰。哎，哥，不应该有个欢迎仪式吗？你看董博士那样，没说又要什么？一会儿我去趟实验室，你帮我把这些行李拿回去吧。上人家车容易，下车可就难了。现在越来越刻薄了。我在人家眼里是内奸，我现在赶紧回去把借调结束手续办完，好早点滚蛋。还有保险赔付的那部分，我没有脸要。不要也行，反正我那有正规合同。哎妈，你说什么？凤凰温泉停工了？妈，你别急哈，没准是临时的，什么大检查什么的，啊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没事了。哎，
山市凤凰温泉老年社区项目因建设管理方拒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，目前已停工，可能存在烂尾风险。专项工作小组已。喂，廖总啊，咱们这个凤凰温泉的工程怎么停了呢？不是，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，你可是保证过的，我们的资金每年有15%的收益，到了年底公司还有分红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违规了是要赔偿的。小包你带上了吗？哎，我收了。快点！哎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哎，给你们俩疼爱巢呢。马岩不是跟我师傅闹翻了，离家出走吗？理应我们给你们腾房啊。没事儿，我俩是要买房的。那也得先住在这儿吧？没事，你俩踏踏实实住着呗。我俩，听我说，你现在是伤员，是病号，趁此机会刚好让董博士搬过来，对你进行1对1贴身照顾。啊，就这样，走，马岩。走了，踏踏实实住着啊。走吧，送你回房间休息。你搬过来住吗？我算了吧，都是病号，各自疗伤吧。董事长，坐吧。股票涨了，抽一支烟也无妨。摘帽之前，我戒烟。开会。股票涨了，这不是我们的目标，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压仓缓冲的功能。今年年底之前，如果我们的主业没有业绩，财务报表不好看，那么到年底依然是空欢喜。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啊。购买陆山1号的专利，为下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做好技术储备。陆山1号确实重要，但1年之内呢，根本产生不了效益。有这些钱，完全可以扩大环保机械公司的规模。放弃重工换金融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聚焦主业，那么就需要我们增加机械方面的研发和生产投入。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流。我们在没有摘帽之前，银行肯定是指望不上，所以，我们只能出售环保机械这个板块。魏周同志，你知道今年环保机械能挣多少钱吗？我首次将环保机械定为未来主体发展方向的是2012年，宁总。当时您还在机关呢，但是4年多了，该板块依旧成绩平平啊。这次如果不是政府帮忙，说实话，我们年底啊，都不可能有6.3个亿的利润。年利润6.3个亿，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了呀？
环保机械的蛋糕并不大，而且我们又没有营销经验。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要规模是多少？5000个亿。那么5年之内将达到8000个亿，再加上国家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你说我们该选哪个？我选择务实。5000个亿也好，8000个亿也罢，那些天上的星星，我们可以以后再摘也不迟。说的也对。但是年底，如果股票不摘帽，头上的这顶帽子，就不会有人再帮你保第2次了。散会。什么？主泵涨价？是 HPO 和其他进口供应商集体涨的价吗？是的。那也只能接受了。我们庐山1号看来短期内无法大批量生产。董事长，坐吧。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？应该是进口泵集体涨价，逼着加速购买庐山1号专利，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吧。眼下公司最紧迫的就是年底摘帽了。对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规划，在大多数干部眼里没有这么迫切。购买庐山1号专利和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后者更加实用。所以，我的提议被否了。那就把魏成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公司，当一个技术中心副主任，然后再操作专利转让，阻力就会小很多。把他引进来，那个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您觉得我这是在引狼入室？有点儿。我们技术中心吧有70人，平均年龄呢在45岁以上，总设计师已经60多了，就几个人是35岁以下的。如果引头狼来，真能刺激一下大家，顺便解决知识断层问题，其实也挺好。至于我嘛，您教我的，要学会算大账。你们保险公司办事效率够高的，这么快就亲自上门理赔了。对不起，董先生，您代签的那份保单涉嫌骗保，也就是保险欺诈。金燕子确实受伤了，怎么能是骗保呢？但是，他所填的职业是技术人员，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实际上是操作员。请你带我们去见金燕子。他现在身体还没康复呢，要不你们俩先跟我谈。回来了，燕子。哎，回来了。身体没事吧？养好了没？好了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燕子，回来了。你赶紧干活。能不能休息2天呢？不休息了，没这么大事儿。行，回头我请你吃饭啊。好嘞。燕子。师傅。你这路走的跟鸭子似的，谁让你来上班的？哎呀，我这借调完了，还得赶紧滚回来跟您报道啊。董梦石都升官了，他还不调你去坐办公室啊？这光我可不沾，是金的，在哪都会发光的。因为呢，我是金燕子。你现在不是发光，你是风光。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重点宣传呀。估计下一步，你就是立功受奖，彻底告别这玩意儿。
真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得意忘形了吧？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。你和小董啊，都是救人的人，有资格得意。董望池他救谁了？董事长的女儿芳菲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做好事不留名吧。你好，那个打扰一下，请问曹总还得多久啊？我都已经等他1个多小时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曹总还在跟法务对接这个处理意见，可能您还得再等会儿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谢谢啊。您公司的员工说我们骗保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工人买保险，我们。你知道，如果骗保成立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？拒赔、行政处罚，当然，公司可能也待不下去了。如果骗保成立的话，有了这个前科，恐怕你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待不下去了。不过还好，这上面签字的是经验字，你可以免责的。不行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害燕子。曹总，求您了，真的是您帮帮忙行吗？你救了我们芳菲，我理应帮忙，我也能摆平这件事情。谢谢您，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只有您能帮我。你知道我们老方很欣赏你啊。是，董事长待我不薄。我女儿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你知道我女儿有多发性樱花症的病，知道吗？看看吧，看完了我们再接着谈。自己腰不好，还干这么多家务，真是不知道心疼自己。
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。孟石，刚才给你打电话了，你为什么没有接啊？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一下，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。哎，燕子，你误会我了。我误会什么了？是误会董事长的千金跑到你家来变成田螺姑娘了，还是误会你英雄救美之后，面对他火辣辣的表白坐怀不乱呢？这个事情呢，在电话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。你等我下班之后，咱们俩见面聊，行吗？现在已经下班了。不，我说的是下不下班。为什么有误会不能马上解释呢？为什么还要等5个小时？你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编写这些理由吗？孟石，那个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你，我们把事情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方便。所有的不方便，都是因为不想。总牧师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燕子，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？我真的是不方便。好，我不跟你胡搅蛮缠。你现在可以打电话，对吧？那打电话就可以视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让我看见你，我看见你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没有骗我。我在领导办公室呢，我怎么跟你视频？啊？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我是不懂事，你很懂事。燕子，你也救过魏成，也戴了他送给你的眼镜，还用了他送给你的手机。我虽然有点吃醋，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你了吧？那是因为我们要脸，那是因为我们有底线。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了是吗？我不要脸？是你现在，是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嘲笑我。丢脸的是我，滚蛋的也应该是我。小董，来吃饭，吃饱了再接着想。谢谢曹总，我不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下课。师傅，师傅。
师傅。